ち伏せに遭いました。撤退しましょう。撤退。隊員、道は切られました。ずるい中国人のやつだ。撤退路線に沿って地雷を用意したが、初めて接触した時、両側は火力が強いが正面はより弱くなっていた。全員出入れ、正面突破しろ。はい。隊員、どうしましょう。隊員、撤退しましょう。撤退。这也太痛快了！呸！我看你这高有奇有来气，我再来口浓的。哎呀，对不起，这吐你鞋上了。哎，我说老草包，你吐他还没你打枪准呢你。队长，就我们8个人歼灭了鬼子好几10号人，老子从打仗以来从没打过这么漂亮的歼灭战，痛快！哎，行了，打扫战场，准备撤离。是。队长，鬼子没有跟上来。好，刀子，你去警戒。是。其他人原地休息。我先看看你的伤。哎，又裂开了你。他的伤口什么时候能好？哎呀，得先止血，用我这个独家秘制的草药，要想结嘎巴，咱还得一宿。现在暂时安全了，今天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晚吧。啊，王司马，啊，给军部发电报，让军部明天一早空投补给。嗯，这场战役耗了我们太多弹药了。是。哎，你忍着点儿。咱这医疗条件是差点儿。残った者は34人。34人。隊員、そろそろ撤退しましょう。
引き続き追撃する。あの連中をどうしても捕まえる。しかし負傷者がたくさんいます。追いかけても追いつきません。隊員、走れない者は捨てていく。帝国武士として役目を遂げるのは栄光なことだ。睡不着，原来你没睡着啊？哎，咋的？菜头，咋不睡啊？腿疼啊？哎，我要是睡不着的都出来吧，陪老子聊聊。你以为这是窑子啊？说赔就赔。要不你先讲几个毛料来听听啊？对，大牛，你讲一个。上次你小子你就瞎糊弄你们两个老色鬼啊，你们就想知道那毛料，我可不会。哎，我跟你们说说今天小鬼子追击那事儿吧。哎，我是觉着特别奇怪，我老觉得这小鬼子对我是朝思暮想啊。哎呀，我说你这五大三粗的粗人，你那肚子里要没墨水啊，你别瞎拽词儿，你知道吗？那不叫朝思暮想，那叫朝思啥？这我这受过教育的医生，跟你这粗人是没法交流。大牛啊，你说日本人奇怪是什么意思？哎，我说这奇怪啊，今天我在河边收拾弹药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用那百式冲锋枪特别厉害，那威力哒哒哒哒哒哒，特别强。不对，应该不是百式冲锋枪，应该是德国人的东西。哦，德国人。嘿嘿，我说这野人山这也太热闹了啊！这家伙，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现在又有德国人，我看80%连印度人都有。哎，你们就不觉得这次任务很奇怪吗？我告诉你们，这可是党国机密，切，瞎打听什么？哎，我跟你们说，我知道这里面的关键。我刚才是问人家菜头呢，你知道个屁呀！哼，本医生当年也是师座的帐下听参，有啥事儿老子不知道的？那你说出来，我才信你。我告诉你们，自打发现美国人那个盒子开始，老子就觉得这件事就不对劲儿。哎，你看这包里写的 US。军部让我们按照这张美国地图的红线指示，进入野人山腹地。哎，你们想，这一开始的任务就没跟咱说明白，咱们就稀里糊涂的进了山。是。然后呢，发现那个美国地图开始，就突然取消了原来的任务，增加了新的任务。按理说呀，一般这种任务都是高度机密，很少有临时取消的，也不可能增加新的任务。所以，这件事儿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原来的那个任务和现在的任务，这两个任务有关联。哎，尤其是咱们老碰见美国人的尸体，就说明这事儿跟美国人也脱不了干系。哎呀，老草包，没看出来啊，你个驴脑壳也不是白长的，居然能想到这个。哎呀，本大夫呀，也只能想到这儿了，剩下的就靠你们这些秀才动脑子了。
半空兄弟，你觉得呢？我知道的不多，但我知道，第一，队长肯定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清楚，只是他不说。哦。第二，根据现在来看，那个美国人的地图和我们原来的计划一定有关系。哎，我说老草包，你有什么情况，你别藏着掖着，全说出来。我还知道，真不知道了。哎，你们几个是怎么被招进小分队的？哎，这问题很关键呀。哎，四眼，你说。我啊，你们通过了第一关测试。你们是谁啊？你们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叫我们起来？到底是要测试什么？我说过了，这是一次测试，能够辨别常人听不到的声音，并且从中获取有效的信息，这是最基本的条件。也就是说还有第二个测试了？没错，跟我来。找到了。你出局了。我可是第一个找到的。出去吧。哎。请吧，请。出去吧。请。这个电波的声音也太老旧了吧？电台应该比我奶奶的年纪还大。你们是从仓库里找出来的？你怎么知道他是我们要找的？第一关是测试我们对声音的识别能力，那第二关就不可能再多此一举，让我们这么简单的从这么多声音里找出一组相同的密码。所以，我又仔细的查找了一下，最后终于被我找到。原来在这些声音里，有一些和这个电台发出来的截然不同的，也就是我所说的老奶奶电台所发出来的电码。恭喜你，你入选了。大牛，你呢？我呀，请问是商怀同志吗？是啊。跟我们走吧。去哪儿啊？这是你的调令，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哦。老草包，你说说你呢？我呀，是李大夫吗？还有气儿吗？
有信送里面去。是李喜丹大夫吗？李喜蛋也是你叫的啊？叫军医。哪儿那么多废话？跟我们走。去哪儿啊？这是你的调令。伤员等我做手术呢。好，我明白了。那第二个问题是，师部给你们的调令里面有没有写明白你们的具体任务？哎呀，那给我那调令里面连个屁都没有，就算有我也看不懂啊。哎，就说了，就来到这儿，一切命令得听队长指挥。那这就奇怪了，我也是被调令给弄来的，而且调令里面也这么说的。哎，我说诸位，这种高度机密的任务，这么做很正常。瞎想什么呀？睡觉，睡觉。你早点睡啊。你们先睡吧。叹气干什么呀？我想起草三儿了。人死不能复生，更何况为国而死，死得其所。你身为一个军人，应该明白很多事情身不由己，完成任务大于一切。我明白。队长，你为什么要让大家误会你很冷血呀？我本来就是这样。你不是。你表面看起来很冷血，其实你骨子里不是这样的。哼，你想太多了。那这么说，曹三白死了？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没别的意思。你是说，曹三用他的命换你的命，不值吗？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如果说曹三不执行这次任务，不走进这片树林，有可能他就不会死。你到底想说什么？可是你为什么非要把这个命令藏着掖着呢？这是上级的命令。队长，再这么下去，人心就散了。你作为一个军人，完成命令，这是天职。是，我们是应该服从命令，但我们来这里，到底是执行任务呢，还是保守秘密？这个你一定要搞清楚。我知道，如果走出这片林子，长毛不问，你也会问的，是吗？我觉得长毛说的对，曹操真的白死了。他在死之前，他连自己在执行什么任务他都不知道。我们不希望我们成为下一个曹操。好，我说，你还愣着干什么？不是想听吗？把他们都叫起来啊！不用叫，他没睡着呢，都在偷听。起来，大江，是不是有情况？还装呢？
你们是不是对这次任务有很大的意见？队长，别人咱不敢说，我可是对党国一片赤诚啊。这段时间，咱们也算是出生入死，也有兄弟牺牲在这里。你们是不是很想知道，咱们来野人山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你们是不是在想，万一死了，为什么？值不值得？对吗？这到底值不值得，可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只要能活着回去，给小爷济公发大洋就行了。队长，你要是早点告诉我们就好了。草酸他应该想知道。之前不跟你们说，那是为了你们好。现在之所以要告诉你们，一是因为我想让你们心里明白，不做冤死鬼；第二，万一有人活着回去，告诉别人，咱们这些人在这里做了些什么，别等死了，谁也不知道。刚开始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也很迷惑。咱们一开始进入这个林子的时候，执行的是别的任务，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上级会因为一张美国的地图而改变咱们原来的任务。现在想一想，其实很简单。半个月前，我接到上级的电话，他们让我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远征军司令部。当我赶到那儿的时候，我才发现，等我的人是宋希濂长官。你说的这个宋希濂是不是远征军第11集团军总司令？应该就是他。哎，我就说吧啊，咱们摊上大事了，你哎。而且这个任务是委员长直接下达的。你们现在应该清楚咱们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了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跟任何人说。刀子，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要进野人山的？进野山，应该是在去36师的路上。那你知不知道来野人山要执行什么任务？完全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我没有要故意隐瞒你们。哎，刀子，你这看你猴了吧唧的，你还真冤枉你了。那对不住啊。是我们大家错怪你了，哥跟你道歉。没大没小，我才是你哥。队长，那宋长官还说了些什么呀？有一支美国的军队被困在了野人山，要我去组队营救，但是联合作战协议中，美国人的战区并不在这里，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但是这是军令，不允许我有任何的质疑，必须服从命令。哦，所以调令上什么都没写，对不对？剩下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也不用我多说了。这么说，这件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而是美国人的事情啊！你早就知道这里边有美国人了。但这美国人来野人山到底什么目的啊？我也不知道，可能连宋长官和委员长也不清楚。但是从我掌握的情报来看，这支美国队伍跟我们的人数相当，而且他们在野人山也在执行一项特种任务。就不能跟美国人打交道。你看他们一天大大咧咧的，其实那猫腻多着呢。我跟你说，他们呀有好处想不到我们，有什么坏事啊，就知道和我们联合了。就是啊，哎，队长，那为什么美国佬他们自己不打呀？这还用问吗？美国人多精明啊，他们让我们到前面挨刀，他们在背后捡漏。哎，还有一种可能，因为毕竟这里还算我们中国的战区，会不会美国人如果派兵的话，时间上来不及？没错，因为美国人的队伍没有进过野人山，
而我们的远征军，有一部分人是从野人山走出去的。哎呀，那咱们几个不倒了8辈子血霉了吗？等等，我还有个问题，这美国人的铁盒子怎么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当我看到那个铁盒的瞬间，我就意识到，这支美国的小队可能已经被日本人给吃了。队长，你的意思是全都……那任务是不是失败了？不是失败，是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赶上这趟任务。他奶奶的！咱们瞎折腾了这么多天，不是全都白费了吗？哎，我说，哎，诸位，那好事儿，说不定咱们这不就能打道回府了吗？哎呀，你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哎呀，你咱们都进来了，总要带些秘密回去吧？所以，上级给我们的新任务，就是按照这张美国地图的红线指示，继续前行。什么玩意儿？那凭啥呀？啊，那不瞎指挥吗？啊，咱们的命就不值钱啊，咱们死就能白死？你不扯呢吗？这不是？这不是瞎指挥，我觉得上级有上级的目的。我们接下来想一想，很明显，美国人和日本人对我们是不感兴趣的。我们现在陷入了他们之间的一场博弈，这博弈的目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是这山里的某一样东西。我们现在，一方面要做的是营救，另一方面要做的是刺探军情。宋长官虽然没有说，但是我从他的言语中，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东西可能关系到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结局。一个小东西怎么可能决定战局呢？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也只有找到了才知道。现在看来，那些装备精良、战斗素质超高的鬼子队伍，会一直跟随着我们，像幽灵一样，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总而言之，我已经把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只要记住，你们不会白白牺牲，你们身上背负着非常非常重的责任和使命。そうだ。あの米国人はどうだ？ずっと意識不明です。今すぐこの米国人を単調病院へ運べ。食べで疲労が溜まったら病状は悪化す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ここに残したら絶命してしまう。賭けは1回しかできない。今すぐ大佐に電報を打て。はい。政委，边头知道了啊。左政委，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边医生，不好意思啊，现在紧要关头，就麻烦你跑这一趟。你客气了，我也要麻烦你了。坐。什么事啊？这么着急找我？刚得到一个消息，明天日军要把一名美军俘虏押回腾冲日本指挥部进行审讯。消息可靠吗？可靠，我们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这美国人什么来头？我还在打听，看日本人的态度和部署来看，应该是个大任务。我想他应该知道很多的情报。那你打算怎么营救？要我们怎么做？
这正是我来找你的目的。亚运的队伍会从腾冲北部过来，我希望你们协助我们在腾冲距离30公里外的曲石进行伏击。好，没问题。谢谢。情報を流したのか。はい。何が言いたい？情報を流す理由が分かりません。あの米国人はそんなに重要ならなぜ居場所を漏らしたのですか？忘れたのか。我が相手は国民党36氏だけでなく西雲南に潜伏している共産党もいる。この情報を隠してもおそらく近いうちには漏れる。防衛に没頭していつか襲われると知らないよりいっそ切り札を出せばいい。こちらにも対応の余裕ができる。报告师座，省委一郎将一支100余人的队伍调到了腾冲北部的曲石。曲石虽然距离腾冲不足30公里，但又不是防守重地。沈委一郎为什么要走这一步棋呢？小鬼子怎么还不来？对，比预计的时间要晚。哎，是不是鬼子改了路线啊？沉住气，再等一等。哎，鬼子来了，准备战斗。兄弟们，准备！是。混蛋，滚开！太监，对不住啊，我们这也是奉命在修路啊。放！是。伏兵啊！师傅，走。队长，后面车也没人，我们中计了。撤！师座，如您所料，省委一郎调去曲石的部队已经和共产党的游击队交上火了。这个沈委一郎还真是处处算计啊！恐怕这次共产党的人是在劫难逃了。通知驻守在曲石附近的2团，开几炮，给小鬼子助助兴。师座，您的意思是要插手管这件事儿？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相比较之下，我宁愿看见沈委一郎吃瘪的样子。传我的命令去吧。是。
多，怎么办？游击队人，给我冲出去！死水交口子来！别冲动，鬼子这么多人，冲出去也只有死路一条。我们留下来，你早晚被鬼子困死，还不如冲出去试试，或许能有条活路。冷静点儿。现在冲也冲不出去啊！一定是36师来救我们了。对，36师在曲师附近有一个团的兵。院长，那咱别浪费人家的一片好心呐！所有人立刻突围！大佐、中州へ出した兵士が第36師団の砲撃を受けて共産党に逃げられました。この敵必ずやスウェーランから撃ってやる。今急ぐべきはアメリカの捕虜を無事に受け取ることだ。はい。你干什么玩意儿？你搞什么玩意儿？我看你们还睡着呢，我就洗个澡。闲着也是闲着，今天不是要空运物资吗？我给个坐标放个信号。大牛，你会害死大家的。哎，我说四眼，什么意思呀？我怎么害死大家了？我起个澡放个烟，我怎么了我？你们在做什么呀？快把火灭了！報告します。前方に煙を発見。敵だと思います。よし。全速前進。队长，我刀子，你去警戒。是。大牛，你这么做会暴露我们的位置的。不是上一次我们接应物资的时候，不也是这么干的吗？之前都跟军部约定好了空投的时间呢，等鬼子发现我们早就撤了。可你现在这么做，不就是暴露我们的位置吗？这我不知道这么多。那队长，那现在咋整啊？队长，刀子怎么样？有几十个鬼子朝我们这边来了，还是上次我们在沼泽消灭那帮鬼子的残余。现在走的话，应该甩不掉了。对待一群恶人，我们要比他们更狠。好，那我们就狠狠地打一仗。队长，这可不是我们的任务啊！既然烟雾已经暴露了我们的位置，那我们就将错就错，把被动变为主动。他们不是一心想要偷袭我们吗？那我们就去伏击他们。可我们的弹药也不多了。你可别忘了，我们之前在沼泽歼灭了他们一半的兵力，惊弓之鸟绝对不会恋战的。那这仗怎么打？他们从哪个方向来的？东边。好，我们就去东边。走。
分散。撤退しましょう。ダメだ、反撃しろ。いかがですか。撤退しましょう。このままでは全滅します。撤退。队长，这次是我错了，对不起啊。没有下次了。队长，走吧。走？我去哪儿啊？离开小分队。队长，队长，大牛是没有错，是我看错了人，是我的错。既然这是一个错误，那我们就要在铸成大错之前马上改正。我会给军部发电报，告诉他们情况，让大牛离开野人山。队长，别让我走，别让我走。队长，我有力气，我能杀鬼子，我能杀好多好多鬼子，你把我留下吧，队长。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已经警告过你很多次了。我知道我笨，我知道我没用，留下我吧。我有力气，我能干活，我能做很多事儿。队长，我告诉你，在这里，每一个小小的错误都可能是致命的，这会害死我们所有人，你知道吗？
拿着他，走。队长，留下他吧。赵半阔，你非得跟我作对是吗？我不是跟你作对。大牛有错，你可以罚他，但你让他离开，他走不出这片林子的，他会死在这里。那其他人呢？我要为其他人负责。那我为大牛负责，我用性命担保，我看住他。队长，经过这次，大牛也该长点教训了。是队长，你就把傻大个留下吧。你就这么的，我找根绳子把他双手裤腰带上，我看着他。大牛，还愣着干嘛？快点表态！队长，我表态，我以后再也不犯错了，绝不拖累大家。最后一次，队长，原谅我。所有人立即打扫战场，把该带的都带上。队长，还不快去！是。都愣着干什么呢？是。100人もの帝国兵がわずか9人を取れないのか。本当に情けない。18師団の顔は丸つぶれだ。神尾隊、まだ何かあるか。ありません。我が兵士は立派です。敵を舐めたのは僕の責任です。僕はどんな罰も受け取ります。神尾君、私の顔はいい。大佐に恥をかかせるなよ。全ては僕の責任です。おじさまとの関係はない。その言い方をおやめください。私は侮辱してない。君に侮辱してほしくない。君の方がわかるだろう。もしも大佐の部下がこんなことしたらどうなるか分かってるだろう。隊員、おじさまに伝言してください。貴様は自分で破滅する。こちらに来ないか。機会をくれますか。大佐の顔に免じて最後の機会をやろう。はい。急げ！早く！早く！早く！大佐、米国捕虜の輸送完了です。さすがは大佐です。別の路線から捕虜を無事に届けました。備えあれば憂いなしだな。俺についてこい。はい。大佐、どこへ行くんでしょうか。人に会いに行く。アメリカ人の治療をするな。
もしこの人の手を挙げたらこの城内には治療できる人間はいない。中国人か、信用できますか？人を黙らせる方法ならばたくさんある。别院长，有一支鬼子队伍正向我们这边走过来。多少人？20多人吧。难道我们暴露了？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不要着急，看看再说。你们先躲起来。卓妍，记住，沉住气。好，走。走。哎呀，快让开，快走！大佐，请。多日不见，最近生意可好？战乱之际，两样生意最好。第一样，帮人办丧事儿；第二样，看病。没想到边医生还喜欢这些洋玩意儿。在德国待了3年，有些习惯改不了了。对了，大佐，今天你亲自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背部总是有些酸痛。要不大佐，你坐，我帮你捏2把。向来只知道边医生西医技术精湛，今天才发现你也精通中医推拿，边医生真是深不可测啊！大佐，你过奖了，我只是略懂1、2。我们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解救中国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特别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大佐，我跟你说过，我志不在此，我只愿做好医者本分。大佐，你今天找我来，不是只为劝我这个吧？我想请边医生跟我走一趟。去哪里？帮我看一个病人。当然可以，但是我不明白，大佐为什么会自己亲自来找我一趟呢？因为这个人对我很重要。好。冷静，别冲动。大佐、患者の容体はどうだ？安定しています。介绍一下，这位是松谷医生，这是边医生。你好。你好。边医生。病历。病人被弹片击中，头部受到了伤害，
已经昏迷3周以上了，如果再不做手术，恐怕就会有生命危险。太萨，先生のおっしゃる通りにしろ。はい。准备手术。大佐、4時間が経ちました。大佐、ベン先生の腕を信じているんですか？彼に任せるんだ。俺は見る目がある。大佐は人材を大事にするんですね。彼は優秀だ。だが秘密を守るために利害強制。時が来れば弊害が少ない方を選ぶ。わかりました。手配します。はい。您怎么就一点都不着急呢？哎呀，来，你坐下听我说啊。我跟你讲，咱们院长那是被和和气气请过去的，那又不是五花大绑绑过去的，怕啥？来，吃个苹果啊！我说师傅，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能吃下苹果啊？情况怎么样？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不出意外的话，明天早上就能醒过来。不愧是边医生，医术果然是高超。宋刚军，你看，我没选错人。边医生果然医术高超，身为大佐，慧眼识人。侥幸罢了，病人还需要继续观察。这个手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要想治本，还需要长期的治疗。那日后就得劳烦边医生了。治病救人是我的本分。边医生，身为大佐，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你就不奇怪我手里为什么有一个美国人吗？在我眼里，病人不分国籍，只分有病和没病。我只在乎我能不能治得好，其他的事情我不感兴趣，也不想知道。大佐，你放心，不该说的我一定不会说。边医生不仅医术高超，还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好了，我有些累了，想回去休息了。好，那改日我亲自登门拜谢。宋刚军，送边医生先回去。嗨，告辞。哎，院长，你回来了。老师，你终于回来了。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院长，鬼子找你干什么去了？手术。
手术？给谁手术？那个美军俘虏。小心一点。刚才我已经看过病人了，他的身体状况已经稳定。他什么时候才能痊愈？这个说不好。那就谢谢边医生，费心了。大佐，那我3天后再来复诊。3天，这么久？对，我要离开3天。家中的舅舅突然病重，表妹连夜来找我去复诊。大佐，我从小在舅舅家长大，舅舅和舅妈对我视如己出。那我的病人，大佐你放心，3、5天不会有问题。万一病情恶化了呢？这个人对我很重要，我很有把握，只要没有外在的伤害，一定没有问题。你舅舅家在哪里？我让司机送你出城。大佐，不用麻烦了。不必客气。你替我治病，我还没有答谢你。不过，这是有条件的。中国人有句话叫“迟则生变”，所以，我只给你2天时间。多谢大佐，2天之后，我一定回来复诊。それは偶然ですか？招待後にすぐ外出をすると。ここまで来た以上逃げる気はない。そうだ、特攻課の人間に伝えてくれ。あの医者に関わるものを調べろ。彼が帰国してからだ。はい。回圣心医院，把我表妹接上。是。院长，你看咱是不是再跟苏政委计划一下，想办法潜入到敌人的大本营，把人先救出来再说呀？腾冲是鬼子的老窝，就算加上腾北游击队的人，力量也差得很多。这么做反而会暴露我们的实力。我们不能就这么白白牺牲同志们的性命。那我们就放弃了。老师，既然我们与腾北游击队的力量不够，那不如联合36师。我也想过这个办法，最合适的中间人就是你和你父亲。可是现在你们的关系，我可以试一试。我真的很高兴你能这么做。我希望尽快和你父亲见面。我尽力。バカ、大佐の車だ。見えないのか？これが仕事ですのでご理解ください。こちらは神尾大佐の医者だ。大佐の命令で場外に送る。さっさとどいてくれ。はい。师座，小姐回来了。哼，我还以为她翅膀硬了，不回来了呢。哪能呢？一会儿小姐跟您求和，您就别端着了。父女间哪有什么隔夜仇啊？您就给她个台阶下。好。大小姐，您回来了。我爸他在吗？啊，师座在书房。他还生气呢。大小姐，想让师座不生气，您应该知道怎么办。
爸，您还生气呢？你长本事了，重重警卫都能逃出去，还一招把我的卫兵打晕了。行啊，有你这样的女儿，我怎么会生气啊？爸，您非关我不可，我也是逃不得已啊。好了，您先别生气了，我先跟您说一件事情。党国大事。我没听错吧？一个小丫头片子，还党国大事呢？事关紧急，跟半阔小分队有关。赵半阔他们去了野人山，您知道的吧？野人山？看来您还真不知道。我早就跟你说过，连我的上级也一无所知。不对，你就是打听到了，打听到的也是假的。您不相信？那我给您引荐一个人，您可以跟他谈一谈。什么人？共产党在腾冲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共产党？卓野，你怎么跟共产党扯上了关系啊？爸，您放心，我现在没有什么党派。这个人是我在医学院的老师，您先别管什么党派不党派了，重要的是他掌握的信息。共产党也不可能知道这些，根本就是假的。那我要是给您这个信息的来源，您会信吗？什么来源？腾冲日军指挥部。卓野，你的故事编得不错，啊，我还真找不出一点漏洞。爸，您还不信吗？除了小分队去野人山这个消息之外，游击队还掌握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他们去执行什么任务。您看，连您上级都不知道的消息，您不觉得这个任务有重要意义吗？这我当然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个重要信息是什么？前2天，日军向曲师调兵，这个消息想必您知道吧？他们为什么要调兵？是因为他们要押送从野人山俘虏的美国士兵。我就知道这事儿不对。美国人果然有份儿。你要引荐的人在哪儿？我带您去。老师，这是家父，这是我的老师边晨。感谢师座前2天出手相救。客套话就不用说了，说正事吧。没想到师座是爽快之人啊！你们打探到了什么？日本人把一名美军俘虏押回了腾冲，这个人我见过，我很肯定。还有呢？这个美军俘虏是从野人山押回来的。你们前一阵子派了一支小分队，也进入了野人山。你们共产党可真行啊，什么都能打探到。过奖。这些消息为什么要告诉我？既然美国人都参与进来了，想必师座会很清楚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觉得这个美国人一定知道野人山里面的秘密。你们的小分队和日本人在野人山进行较量，成败生死就在一线之间。如果能从这个美国人口中得到一些消息，一定会让你们的胜算变大。
我边城代表共产党一方，请求师座帮忙，国共精诚合作，把这个美国人救出来。我能不答应吗？如果不答应，你们恐怕就会让我背上一个破坏国共合作的恶名吧。师座，我没有威胁你，选择权还是在于你。如果你选择不合作，我也不会在背后说你的坏话。再说了，这个美国人和你们的小分队生死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觉得师座不会置之不理。这件事情跟你们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你们这么辛辛苦苦是为了什么？国难当头，不分党派，共同抗日。国民党的兵也是中国人，他们的生命也很宝贵，联合起来，才能消灭日本人。师座，你不用马上答复我，如果你想明白了，随时和我联络。今回の召集は正体を消滅する方法を考えてほしいからだ。少佐、出陣させてください。わずかの敵に長い間うちの防衛範囲に好き勝手出入りしていて、帝国の有志にとってはとんでもない恥です。奴らは決して弱くない。奴らは各部隊から選んだ精鋭です。だからこそ絶対に油断はダメです。正雄さん、もしかしてビビってるのか？神代の男に臆病者はいない。でも君側の正体を全滅させる最高の機会を逃した。少佐、どうかもう一度やらせてください。あの正体を生かしてイェーレン山の外まで見送るつもりじゃないのか？前